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的聊题目非常重要，是直击崛起中的经济强国波兰现在变得超夯。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看到跟听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陈雅洁，另外有一位特别来宾是波兰投资贸易局的台北办事处首席代表吴志远先生 Lucas。大家好，大家好。嗨，我是陈雅洁。对，我们要先介绍一下 Lucas， 就是吴志远先生啊，中文名称。因为大家一定对你外国人的这个外形，但中文讲这么好，非常的好奇。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了。邀请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回首过去，财讯陪伴着读者，一路从季刊、月刊、双周刊，再到网络与影音。但始终不变的是，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与支持。如果您也跟财讯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欢迎您加入频道会员，或是留言赞助，支持财讯，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了。最近介绍自己的时候，我都是会说，我其实是在台湾长大的，因为我大概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是19岁的时候。所以你现在是今年32，我是81年次的，对。第一次来台湾就是交换到高雄师范大学，然后马上爱上台湾了，然后我就再离不开，没办法离开，真的。没办法离开。好，这次也是我们去访了这波兰的专题的时候，发现了 Lucas 真的超级有趣，而且他不仅很了解波兰，但他更爱台湾，所以他其实扮演了台波非常重要的桥梁的角色。这个部分等一下请他多跟我们聊一点。那这次其实是我们的采访团队到波兰去做采访，大家都很好奇的问我们说，为什么到波兰去？因为其实台湾人多数对波兰是很不了解的。这边或许可以请雅洁先讲一下，说当时我们为什么会想说我们要去波兰采访啊？其实我们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就一直陆陆续续有听到一些厂商到中东欧去投资的动态。那波兰最近包括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国际之间大家也对它特别的瞩目，发现也就是说有一些产业链啊或者供应链的变化，波兰都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没错，对，然后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要好好来研究一下这个台湾人过去真的不太认识的地方。对，那在 Lucas 先介绍之前，我先把几个基本资料让各位的听众跟观众了解一下哈。波兰是什么样的国家？人口大概是3840万人，土地面积31.27万平方公里。平均的国民所得是22300块美元。那主要的进口国跟出口国都是德国，这大概的状况。那你可以帮我们再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我们没有介绍到的波兰的基本资料？是大家应该要知道的。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波兰的位置，因为大家还是不太清楚波兰在哪里，甚至有些人不知道波兰是靠海边的。波兰有海，波兰的位置刚好是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啊、乌克兰，然后北边就是波罗的海，所以我们算是欧盟的心脏的一个位置，这是关键的部分。为什么波兰最近可以发展的这么快？了解，因为雅洁跟我们一起去波兰，每天从华沙出发到各个城市，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两个现象，我觉得很令人印象深刻。第一个就是货车特别多，而且货车是挂着各国欧洲的车牌，代表就是回应刚刚 Lucas 讲的嘛，它真的是欧洲的中心，所以它南来北往的车非常多。第二个就是地势非常平坦，对不对？这雅洁应该有感觉，放眼望去都是平的，看不到一座山。对，所以也很容易受到攻击了哈。所以中东欧的历史其实非常复杂，少年也算是战争蛮严重的哈。但是自从改革开放30年来，其实波兰的经济是持续都一路的往上在做成长。所以其实现在台波的往来互动也越来越频繁。认识波兰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想知道说，为什么波兰的地位在这几年来明显的提升呢？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个是它的政治地位跟经济地位都不太一样了。那经济地位会比较早看得到，因为2018年开始美中贸易战嘛，供应链就开始搬家，然后就是要离开中国的就离开中国，尤其是欧洲那边，他们本身现在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尽量在地化的生产，大家就看到了波兰有一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不管是东南西北要到波兰都很方便，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就是波兰本身其实是有很好的制造业的基础，后面我们会讲到波兰其实在一些产业上都有很悠久然后而且很坚强的实力。过去这几年呢，波兰的本身的外资投资也是一直在成长，其实欧洲是衰退的，但是波兰是成长的，这是第一个。那政治的问题主要就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啦，那俄乌战争爆发呢，波兰就变成一个很重要
的角色，在各国要帮助乌克兰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你必经的门户。没错，所以就物流中心对又是物流中心，对，所以卢克斯应该很有感受，就是波兰这几年来真的是因为乌俄战争变成全球关注的焦点。没错，其实有一些波兰原本是比较偏僻，比如说靠近乌克兰的那些地方，现在变成全世界一个关键的一些中心，像物流中心嘛。热属的机场原本小小的机场，像全球像美军啊，所有的欧盟国家，如果要把货运送到乌克兰的话，都会需要通过这属。那突然变得很忙碌。其实这次我们在地图上面有特别标示出来，在财讯的709期里面，我们特别画了波兰的地图，在右下角其实就有标示出刚刚欧洛克斯讲的热舒夫啦，翻成热舒夫，它现在是全球原乌的转运站，没错，所以所有的物资都从那里转运。之前波兰都是在比较专心那些比较大的城市嘛，那目前的那个状况有影响到波兰的东边最多嘛。虽然外资有些会觉得，那边投资会不会有点危险啊？我们发现还是不断的成长，虽然我们旁边邻居那边有在打仗这样子。我觉得讲到这个，真的会觉得我们在这一次去波兰的时候，有很多波兰的朋友都跟我们讲到一件事，就是说其实波兰和台湾很像。对，这一点也真的很像，就是我们都活在隔壁邻居的阴影之下，这样，但是我们自己还是发展得很好。对，没错，这还好，台湾有台湾海峡啦。波兰因为刚刚讲，因为地势比较平坦而已，所以就是比较难以防守。不过我可以分享一个，上次我们在饭店里面碰到一个波兰人，他在电梯里面碰到他，他就问我们说：“你们从台湾来，台湾现在是不是很危险啊？”其实波兰人也会觉得我们很危险，就像我们也觉得波兰很危险一样。所以其实大家彼此都非常的理解彼此的处境。我觉得这是台波在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共通点。而且我们都是民主国家嘛，所以我们有共同的信念跟价值。我觉得这都是台波在交流的时候一个比较没有障碍的地方。那接下来我是蛮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波兰的经济实力可能大家过去比较不了解。那其实这次我们也整理了几个重要的指标，让大家理解一下说到底波兰的经济实力长怎么样。那我觉得我先讲一个就好了。波兰应该是欧洲唯一30年来人均 GDP 持续成长的国家，没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对，很不容易。过去30年实在经历过很多大的变动，对，什么全球金融海啸啊，什么那些都把欧美拖垮了。我长大的波兰跟现在的波兰是真的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你小时候的波兰是？我小时候的波兰可能是现在乌克兰差不多那个位置。那我们要记得那个波兰重新变成民主的国家的时候，其实我们人平均 GDP 比乌克兰还要少，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概刚开始读国小的时候，我妈妈是护理师，她的薪资是大概不到300美元。然后每次去旁边的邻居德国都会觉得东西很漂亮，都很新，都很干净。那个时候的波兰它也是很漂亮的国家，但是过了大概40年的那个工厂时期，你们有去过德国吧？有。其实我个人觉得嘛，差别没那么大。这两个国家其实我们文化上也是蛮像的，像高速公路啊、火车系统都是接近的，都是在30年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是过去30年来，你们就是进步到跟德国已经还蛮接近的水准。波兰是新的德国，因为很多人这样讲，之前东西德的时候，中间是个缓冲。中间是一个，也不是俄罗斯，也不是苏联，它是一个 buffer 结束了之后，苏联倒了之后，我们现在有其实差不多的状况。乌克兰是当波兰的 buffer。这次我们在访那个冒险董事长黄志芳的时候，他就认为说，这个波兰以后一定会变成欧洲的第3大，至少这个过程中嘛，现在可能是德法是最大，波兰一定变成第3大。那这次我们在访那个经济部次长的时候，他也讲到，波兰至于欧洲，就像是现在的墨西哥至于北美洲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基地，所以它等于是政治、经济地位都提升了。所以波兰的未来，我觉得大家可以密切关注。好，那这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有发现说，其实波兰的物价也涨蛮多的，因为通膨是全世界的事情，我想波兰一定也是这样，所以听说房价也涨很多。没错，去年中通膨有达到差不多20%左右，比台湾高很多是高10倍吧。对，所以那个时候波兰算是全欧盟通膨最高的一个地方。那通膨有影响到除了物价也是房价嘛，政府也推动了一些新的政策，造成就是房价变贵很多了。在欧盟里面，波兰房价变贵的速度是全欧最快的。哇！我弟刚好最近有结婚嘛，那他们在找房子，
房子其实差不多，在波斯南我的家乡那边，当然跟台湾比起来，你们可能会觉得便宜，但对波兰人来讲，波兰人因为我们在赚钱才30年没多久哈，所以一般民众其实买房子也是有困难的嘛哈，蛮辛苦的才买房子。没错，他那个时候就是要花大概550万台币。550万台币还好，有头期款好像还 OK，有头期款就好嘛。结果因为波兰房贷的利率很高，所以变成说，其实你要花大概1300台币才可以买到那个500万的价值的房子。其实这个数字听起来是蛮惊人，老实说，就是房子是500万，但是我连利息那些其他费用，总共要付连本带利要1300万，但这也是一种经济实力的表彰啦，就是因为经济实力好嘛，所以房价才会高嘛，是这样子吧？其实对，所以波兰有在成长。就是大部分人的薪水也是越来越高，那些最有钱的跟一般民众的那个落差也是越来越大的哈。对，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是全球都面临到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话，真的都会经过这一段。对，没错。好，第一个是经济实力的增长嘛，第二个是想要产业的部分，我想请雅洁帮我们讲一下，到底波兰有哪些产业很值得大家关注？其实波兰是一个很重要的汽车生产国，他们虽然比较没有汽车的自有品牌，但是非常多的大的代工厂都是在波兰。现在其实包括电动车啊这一些核心的研发中心呢，很多都到波兰去了。电动车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电池，波兰也是现在锂电池在全球的产量是第2，仅次于中国。对，所以其实它在这个电动车兴起的产业链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其实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波兰其实在工厂时期也有生产很多的汽车哈，那个时候其实波兰有自己的汽车的品牌，是跟意大利一起做，跟意大利的 Fiat 一起做。那波兰又重新变成自由的国家，工厂又留下来，变成一个在南部一个中心聚落，一个汽车生产聚落。那我一定要讲一下，那个 Lucas 一直讲黑的时候，觉得好有亲切感哦。黑啊，很有亲切感。他果然是从台湾土生土长的台的那个高雄人。然后其实波兰现在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正在发展氢能。这个部分 Lucas 也帮我们分享了很多，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让 Lucas 来讲更好。我个人对公共交通是蛮感兴趣的，那波兰在公共交通也算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欧洲。对，你们也是巴士生产国，所以巴士轻轨、火车都有。对。欧盟是鼓励我们各会员国减碳这样子。那减碳的方式有好几种嘛，其中一个是电动车。那不止电动车，我们也是在发展氢能。那氢能波兰主要是用在公共交通，像你们上次去 Pesa。有看到那个中东欧最大的火车制造厂，没错。然后它是全球首例的氢能火车。那除了氢能火车之外，我们有氢能巴士，也是大概全球最早发展的一个氢能巴士。而且我们才知道，就是说，原来氢气的生产在波兰本来就是产量非常大，然后而且在欧洲的市场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发展氢能，我们当然会碰到一些问题，像氢能其实它本身没那么绿哈，它也需要去回收。都是石化厂在生产。是。那虽然我们在氢能，台湾跟波兰算是比较发达一点。那我们其实之前有找到一家台湾的公司，它是专门做氢能回收。那他最近也扩到波兰，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交流，对。好，这个台波的交流，等一下我们后面要再多谈一点。但我刚刚还没有讲完，就是说几个经济的实力指标，除了经济增长跟主要产业之外，看这一个国力的增加，外资已经是很重要的指标。那其实我们统计有发现，那个波兰自2021年、2022年，基本上外资都是大幅的成长，代表说其实各种投资都进入到波兰里面去。那更不用讲说，其实最近台积电要去德国的乐斯登设厂，那好像也到波兰去找人才了。可以谈谈一下波兰的人才库是怎么样的呢？波兰的人才有点像台湾的人才。怎么说？就是我们大部分人还是有去至少读大学，所以我们大部分人是又年轻，然后又高学历这样子。之前波兰刚好进入欧盟的时候，其实很多年轻人有跑去不同国家，因为薪水可能比较高。那最近大概这3年4年波兰
成长不少哈，那薪资也变高了，很多人又回来，嘿，所以我们在人力算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人力资源很丰沛。不过因为波兰人口其实没有涨多少，其实整个欧盟有同样的问题，像德国那样子，所以我们还是慢慢需要考外地来的一些新的员工移民吗？那目前主要是乌克兰这样。哦，但是他们都在波兰工作，那是这些所有的外资，他们都知道，其实我们有这个人力，大家都是有学历的，不同专业，像 IT、AI。这次我们有统计说整个波兰的 IT 人才是位于中东欧之冠，就是说人数是最多的。再来就是说，其实上次我们到这个波兰的工厂里面去，看到非常多乌克兰的员工，这也是事实，就是证明Lucas讲的确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在整个人才库里面，他可能也有各个高阶的白领，然后他也有可能蓝领的作业员，都蛮充沛的哈。大概可以回应说为什么台积电要去波兰找员工的原因之一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谈谈看说，到底这个台波之间，因为这次我们去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访了这个以前的波兰台商会的会长，那这个杨会长他就有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蛮印象深刻。杨会长是属于30年前第一批到波兰去投资的人，他等于是见证是30年来的波兰的成长。这次我们就找他的时候，他又讲了，他就说他觉得他是感受到是重新回到30年前那种刚开放的时候的热度，而且他说这一次中国的竞争变得比较少，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其实全球供应链的调整里面很多是排中的哈，他或者是说台厂很多是跟中国竞争的，所以波兰在崛起的过程中，台上可以扮演的角色可能跟过去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现在重新来看说台波之间的合作机会，这份就要请 Lucas 多谈一点了，就是说现在台波之间的交流是怎么样，哪些产业是台厂去波兰比较有机会的？之前其实波兰的话，如果是波兰的出口到台湾基本没什么东西。对，但目前是有一些化学物品，之前好像还有一些是机械相关的，然后汽车零件这样子。对，这是一些比较传统的行业本来就有存在。那我们找到一些新的合作的空间，大部分在于比如说航太方面，公共交通，像台湾之前我们这边有收到的消息，就是希望自己创造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火车。100%在台湾创造的，自己用自己的零件创造的一个火车，绿能、氢能就可以啊，对，还有国防产业这样子。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其实这次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除了刚刚 Lucas 讲到的国防之外，还包括卫星，这都是国防相关的信任供应链里面的一环。代表说，如果台湾跟波兰不是一个很好的关系的话，其实基本上不会发展到这个领域去。那其实我们这次在采访的过程中也发现，台波的关系从政治到民间都比过去有很大的进展。这次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去华沙的这个波兰投资贸易局采访的时候，我们采访完，他想说后面又是台湾人又要来了。然后去年1年就有4到5团的台湾团，不同产业的去拜访。非常热络，就是你们的华沙总部的台湾专家告诉我们，他现在也变得非常的忙，一直在处理台湾来的访客。我是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方式，我们到底要怎么应该了解彼此，那就一定要去波兰，或者波兰一定要来台湾，才不会有台湾在哪里，波兰在哪里，是不是危险的那个问题。还有就是 Lucas 也在推动台波商会的成立嘛，你讲一点台波商会的想法是怎么样？台波商会的想法主要是集中台湾主要的产业，包含医疗，刚刚提到的航太、交通、绿能、像氢能。所以我们已经有开始招商，然后有找到好几家台湾的上市公司，然后在波兰那边也是，其中一个就是你们采访过的 SKB Bartek。对，他是负责波兰那边的台波商会，预计大概6月、7月中会推动台波商会。所以以后就是说，台湾跟波兰在企业的这一块呢，就可以透过台波商会有更多的交流。企业、观光、医疗交换学校。教育的部分，大学，教育，没错。这个部分都会增加更多的交流跟合作。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嘛，但是我们只缺一个东西，就是直飞的航班。对，你现在呼吁就对，呼吁华航或长荣吗？以我们新宇航空，以我们真的去过波兰的人，真的觉得如果有直飞真好，真的，早晚还是会。
早晚还是会。其实这次我们去波兰是从布拉捷克格转机对，从捷克布拉格转机，这样子转移大概要18个小时。那过去早期大部分都是从德国进去嘛，所以才在波茨坦那边，所以其实是蛮远的啦。就是如果有直飞的话，真的方便非常多。其实直飞的确是增加双方交流的一个很直接的刺激。没错，所以这次我们其实在财讯709期完整的介绍波兰的政经地位的改变，以及台波交流的重要性啦。我觉得其实过去大家都在讲全球供应链在转移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只有看亚洲，不是只有看美国，甚至我们先开始看这个欧洲。其实这次的709期的文章里面带到非常多的公司 ，SKB 哈就是这个波兰的重要的公司 ，PESA 最重要的火车制造公司。那当然我们也访了，譬如说像德渊，像这个奇美食品这样子的台厂，重要的台商，对对，甚至我们也进一步扩大到整个中东欧跟欧洲市场哈。所以其实台湾应该可以把波兰变成进入欧洲的重要门户，这个观念我觉得或许可以也跟大家分享。过去大家可能比较少看欧洲市场，但现在在全球供应链的调整过程中，我觉得不能忽略这个市场，对不对？是。今天非常感谢雅洁的分享，也非常感谢 Lucas 的光临。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82集台积电供应链最赚钱的军团 IP 系制裁需求大爆发里面的留言。那请雅洁念一下。好啊，我们的财团1号好朋友华格格他说，很谢谢你们的资讯提供，很赞。谢谢你的参与跟回复，这样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对读者的确有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资讯。第二位是 Tony Lai 他抖内了$1.99美金，好，非常感谢。这我们对于各种参与都非常的欢迎。但我很好奇，他抖内的是美金，我们到时候拿到的会换算成台币吗？应该会吧，应该会吧。那我们要趁那个台币贬的时候，真的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呼吁一下，既然有波兰男孩在这，可以用波币。用波波兰币还不错。大家如果不晓得，波币是1:8，对不对？1块钱波币换成8块的台币。对，所以大家如果去波兰玩的话，也可以看一下。那也欢迎抖内啦，可以开放波币 ，OK？ 波兰朋友看到的话，也欢迎抖内波币。那第3位是这一位财团好朋友，叫做许愿蛋糕，他果然来许个愿。他说财讯赞，希望也可以聊光阻剂。好的，关于半导体产业链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聊，那我们就希望能够慢慢的一一实现各位读者的愿望。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感谢雅洁跟 Lucas 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也认同我们的理念，欢迎加入频道的会员。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拜拜。